大家好，我是萌新超然，建议所有人都去兑换一窝蜂神器。这个神器真的太强了，1阶即可启用。有了它之后，主线将无难度，回忆之旅随便打。1阶的一窝蜂神器是所有非氪金神器里面最强的。你没听错，它比街机和魔斗还要强。不过一窝蜂神器升阶后提升的上限并不是很高，满级的一窝蜂神器就比不上满级的魔斗了。但是这并不影响一窝蜂神器在神器当中的地位。一窝蜂神器可以击败水中的浮潜僵尸，它的豌豆子弹不会被小丑僵尸给反弹，正在旋转的小丑僵尸也会被轻易击败。一窝蜂神器的豌豆子弹会被火炬树桩给加强，也可以被火柴花拳手的火焰强化，但是不能被牛蒡击球手强化。普通的火焰豌豆无法击败失落发掘者僵尸，即使是蓝火豌豆也不行。但是贴脸之后就可以击败了。还有第一行这种比较斜的角度，一窝蜂神器也可以击败失落发掘者僵尸。在正面的角度，经过火柴花拳手强化的蓝火豌豆无法击败失落发掘者僵尸，没有装扮的火炬树桩强化出的蓝火豌豆也不行。但是有装扮的火炬树桩强化出的紫火豌豆就不一样了，即使是正面进攻，失落发掘者僵尸也挡不了一点。无论蓝火豌豆怎么努力都无法取胜，但是一换成紫火就不一样了。一窝蜂神器可以解冻场上的植物，可以击败功夫世界未复活的同人，也可以打破复兴时代的雕像。这个小鬼僵尸的雕像也可以打破，可以轻易摧毁回忆之旅的帐篷。对上飞行僵尸自然也不在话下，回忆之旅的精英僵尸和巨人都可以轻松拿下。使用一窝蜂神器需要注意几个点。首先，它的进攻方式分为点击和长按，点一下发射5颗豌豆，长按的时候进入蓄力条，蓄力的过程中可以随时松开。一窝蜂神器会根据蓄力时间的长短连续发射豌豆，蓄满力以后就会一次性把所有的豌豆全部发射出去。当场内有僵尸的时候，一窝蜂神器会自动瞄准场内的僵尸；场内没有僵尸的时候，一窝蜂神器的子弹全部会打向第3行。它的豌豆子弹是可以打到场外僵尸的。不使用一窝蜂神器的时候，它会恢复容量，但是在长按蓄力的时候是不会恢复容量的。当把一窝蜂神器升到满阶以后，很多主线关卡甚至是非常难的传送带关卡都可以不需要种植物就过关了。就比如获得原始豌豆射手探险资格的恐龙危机第5关，只需要将一窝蜂神器蓄满力，看着它在场上自动扫射，就可以轻轻松松过关了。再比如难度非常高的巨浪沙滩第7关，这一关即使是鳄梨升到4阶也是有难度的，但是有了一窝蜂神器就完全不一样了。1颗植物都不需要种，即使场上有这么多僵尸，在一窝蜂神器面前都是砍瓜切菜，就连最后的巨人也是可以轻轻松松拿捏。摇滚年代第17关也是著名的传送带难关，但是在一窝蜂神器面前简直是不堪一击。同样是1颗植物都不需要种，即使最后时刻有3个重金属巨人僵尸，一窝蜂神器也可以轻松拿下。就连冰河世界将王挑战这种级别的传送带关卡，在一窝蜂神器面前也是绰绰有余。毕竟这个神器不同于街机和魔斗，它不受次数的限制，只要有时间它就可以恢复，可以一直使用。这就会让人想到另外一个著名的氪金神器——棱镜塔神器。棱镜塔神器的强度有目共睹，但是它是氪金神器，一窝蜂是免费兑换的呀。平民神器不花钱就可以拥有，还这么强。没有获得魔斗的小伙伴一定要把握住这次机会，毕竟这次联动结束之后，一窝蜂神器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回归。超然也非常看好这个神器在回忆之旅、推关，甚至是叛逆追击第5关的表现。好了，1颗植物都不种，冰河将王也被轻松击败。